解放军登陆舰在台湾地区花莲外海进行相应的演练，台独分子闻到了死亡的味道。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建超。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解放军军舰近日穿过台湾与日本与那国岛之间的海域，在台湾东部的花莲外海进行了一场模拟登陆演习。这是解放军登陆舰首次在台湾东部举行的以实弹化为背景的演练，同时呢，也让台独分子闻到了一股比较可怕的味道。过去，台湾地区当局一直认为大陆未来进行的登陆作战演习会在台湾的正面展开，也就是台湾的西海岸，而花莲的佳山空军基地是台军战略转移的枢纽。他把很多先进的战机和武器装备隐藏在这个基地。现在看来，花莲的佳山基地也不安全了。佳山基地以台湾的中央山脉为屏障，建有大型的储油库，最多可以停放200架战斗机，并且有比较长的滑行道连接花莲的空军机场。可以说，花莲基地是蔡英文承受第一期之后以武拒统的一个战略要地。那么另外呢，台湾地区当局以蔡英文为首的台独首脑分子要想乘飞机外逃，也可能首选花莲基地。这里距离日本的与那国岛只有100多公里。那么大陆近期在台湾岛与日本之间常态化部署战舰，被认为是防止台独分子在发生突发事件后外逃的一个重要举措。那么解放军开始在台湾东部的花莲地区进行登陆作战演习，意味着什么呢？估计台湾地区当局的某些人物看了之后，其后背都会发凉了。首先，证明解放军已经有规划在台湾地区东部进行登陆作战的方案。那么能在台湾地区东部进行登陆演习，说明解放军已经有信心在发生武统时全面摧毁台军的防空和反舰作战系统。台湾地区东部已经不再是台军保存战力的避难所了。过去台湾之所以在花莲建地下工事，就是因为解放军的弹道导弹难以直接打击这些隐蔽在山背后的目标。现在解放军已经装备了多型巡航导弹、反跑道炸弹以及其他的对陆攻击武器，完全可以让那些位于佳山洞窟里的飞机无法起飞。但是采用导弹攻击的方式，一时半会儿也不一定能完全彻底的解决问题，让他们的飞机不能起飞。当然，采用导弹攻击这样的方式呢，短时间内或许呢也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台独分子可能继续在地下工事中存活。花莲的沿岸地区有一处10公里长的沙砾海滩，这个沙砾海滩足以让解放军通过登陆作战的方式直插台军的命脉。当然，在登陆作战的过程中，还需要扫荡那些位于岸上的台军部队。那么071型登陆舰可以运载的兵员大概是900人，它可以搭载4架直升机，而且可以使用气垫登陆艇运送2栖装甲力量。如果在作战时出动071和075型登陆舰，这完全有能力在台湾东部开辟一条新的战线，一举摧毁台军负隅顽抗的信心。其次，这次演习证明解放军战略包围台湾全岛的意图正在实现。从战略的角度看，如果解放军开始考虑在台湾东部作战，那说明已经有信心将台湾岛变成内岛，彻底阻绝美军的干涉。因为美军干涉台海的主要来向也是台湾东部，也就是靠从关岛起飞的轰炸机威胁中国大陆沿海的目标，或者是派出航空母舰直抵台湾东部海域。那么受台湾中央山脉的遮挡，解放军过去很难掌握台湾东部的一些实时情况。未来解放军必然会在台湾东部建立自己的海上防御纵深，不但
要阻止美军的干涉，而且呢，还可以从海上发起对台军东部目标的打击，最后再实施登陆行动。解放台湾的战士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要把台湾岛变成中国大陆的内岛，其标志就是台湾东部目标也暴露在解放军的强大火力打击之下，而且呢，还能阻止外军的干涉。从这个角度看，此次的模拟登陆演习行动意味着我们对台军事斗争准备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呢，它也证明中国解放军已经有了抓捕死硬台独分子的方案。因为你要想从台湾地区东部的机场起飞逃跑，恐怕今后这条路也会被堵死。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